Hello， 大家好，我现在住在我的新家。Then 呢，其实我搬来已经一段时间了啦。自从上一次我一post我搬来的影片过后，就有很多人一直问我的房租是多少 ？How much is your rent？ 然后，所以今天的影片就是来回答，就是来分享我的第一次在新加坡的租房经历。就是呢，怎样找到这样便宜的房间，还有我第一次 living alone 的目前的居住体验还有感受。所以我会搬出来最大的原因就是我拿不到学校宿舍嘛，然后呢，我就自己找到了这间，就是一间在 HDB 的 common room，HDB 就是政府租屋这样。OK， 新加坡租房就是mainly有3个台嘛，就是 HDB condo landed 或者是那种 service apartment， 可是比较贵，所以我的首选当然就是 HDB， 因为比较便宜啊，然后房间可能会比condo大，然后附近也有很多 facility， 像 hawker 那些呀。然后可是因为我是没有女生朋友可以一起租整个 unit 或者是 share 房间，所以我这次呢是一个人租，然后就是跟 landlord 一起 stay 啊，跟屋主一起 stay。所以虽然那个活动空间只是一个小小的房间，不过其实它的 condition 很好很新啊，因为我这个公寓这个 HDB 它是5-6年前刚建好了一个新的 project， 所以其实还算挺新的。然后因为是高楼，所以那个很通风，采光也很好，然后有一点 city view， 然后可以看到火车，不会吵啊。然后呢，远远看去其实是那个 West Coast 海，对，虽然有点远。然后因为不是 master room 嘛，就没有自己的 toilet， 没有 attached bathroom。可是我觉得我很开心啊，因为我蛮不想要自己去洗厕所的。然后除了房间的 condition 呢，我最满意的就是它的 location， 因为它是一个蛮 hard end 的地方，所以它是走路10分钟内就有 MRT 啊、巴士的去那些，然后就很多 bus 啊，然后有几个 shopping mall， 然后有24 hour FairPrice， 还有就是很多吃东西的地方，所以不用怕饿到。这个地方它不是非常靠吧，它是很靠近 NUS 还有其他学校的啦。然后像我去学校是只要15分钟就可以到了，然后有一次我去 UTown 是4站可以到，所以就是可以随时回去，可以随时去做 gym 那些。所以我的 rent 是1个月850新币，大家觉得怎么样呢？高还是低？我是觉得不错啦，因为跟屋主住其实一个好处呢，就是他们通常都会包你的水电网，所以就是水电网 WiFi 全部都是包括了。我这个也是直接跟屋主接洽、签约的，所以也没有那些 agent fee。然后我每次找房呢，其实我最主要就是会用 Property Guru， 因为它是最 valid 最有保障的嘛，上面都是那些有 license 的 property agent。然后不过我也是会刷其他网站，像 99call、iLiveSG、Carousell、Facebook Group 这些，就是各种广撒网，各种刷。我有些朋友就是用 Facebook Group 找到过啦，因为它上面的房间呢可能会比 Property Guru 来的便宜，就因为很多是直接跟房东接洽，然后没有什么 agent fee。Carousell 也是会有很多 house listing， 可是我自己是比较怕，所以就没有什么在用。然后还有其他像小红书人家 post 的，还有那种 WeChat app， 小波岛租房，或者是那种 WeChat 各种 group， 他们也是会 post 很多。但我觉得这种中国房源就是 based on 我每次看它价格都会偏高，然后而且有些好像我去偏问了他们是只接受中国留学生的，所以我就没有什么常在用了啦。好呢，我在网上有看到人家推荐几个网站，就是Nestia、Oh My Home、Stack Home， 可是这些我都没有用过，所以我不能跟你们讲好还是不好。然后呢，我这个房间你们知道是在哪里找到吗？就是我上面讲的全部都不是，它是一个比较冷门的网站，我之前也不懂这个网站的，是我朋友跟我讲的，叫做 Rent in Singapore。它这个网站是很冷门，然后也有很多 bug， 所以一开始我也会觉得我也怕是 scam 因为价钱也不贵嘛，所以我就跟我朋友一起来看然后过后其实这个是我看的第一间房间，也是推荐因为看真是没有什么好不满意了，所以回家想1-2天，然后我就确定签约时间了。等下去学校，所以就穿这样子。现在我用这个妆前乳先提亮肤色。我拍 YouTube 嘛，然后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在路上就会很多人出来，然后尤其是在学校会很多人出来，然后过后上课前1个星期的时候会有人给我拍照，然后如果我不想要看起来太邋遢太素颜，想要比较精神的话，我就会化点淡妆至少擦一个粉底再出门吧。不过因为我是油皮然后我的脸上
有一次下巴就会有很多那种粉刺瑕疵啊。然后我每次想要化妆的时候呢，就是要那种遮瑕力强可是不厚重的妆感的。然后以前我和很多人一样觉得气垫一样比较不持久或者是很容易暗沉，所以呢我一直以来呢都是买很多粉底液。它的这都是我之前用的粉底液，它是蛮持久的，可是就是有时候它的那个妆感就是很明显，有点厚重，然后我还要去找我的海绵在哪里，我才能去拍开它，就出门的时候更加麻烦。可是呢，我最近就是挖到我这个 GA 两用粉饼，就完全打破了我的迷思。一开始买它就是因为它很方便上妆嘛，也是很容易带出门补妆。不要看它好像很可爱 QQ 这样子的，其实它遮瑕效果呢一点都不会输粉底液，而且它很控油持久，然后它就是可以干湿两用的。可是我自己呢是比较推荐能的话你就去使用，因为使用它是可以更加贴合我们的肌肤嘛。一般上我上妆前就是会用隔离霜去调整肤色嘛，该用的就是也是大概 GA 的，然后就把那个粉扑沾湿，然后就可以在脸上拍开了。它很好拍开啦，而且上妆的速度很快，这样子使用呢，它就是可以最自然、最服帖。你们看我现在左脸就是一个很自然、很柔和的哑光妆效，它不会有很重的粉感，尤其是我跟男生出去，他们都不懂我化妆。我用的是这个 OC20 的自然色，它不会太白啊，就是很贴合我的肌肤，超适合去上学。尤其是像这样的自然光下面，就会很明显看到这边是很泛红，右脸很泛红，还有很多大毛孔和瑕疵。然后这边呢，用了那个粉饼过后呢，脸颊两边尤其是鼻翼这边的那个毛孔缩小了很多。还有就是它遮瑕效果是可以看到有很大的啦，你看这里下巴就是很红。很多粒点红点痘印，然后这边呢，它很大程度的去遮，完全没有用任何遮瑕膏，然后只是这样子用那个粉饼去拍打，它就帮我遮很多，因为比起来这里就是很红。现在我住很靠近学校嘛，所以就经常待一整天到晚上，所以对我来讲一个妆容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控有多持久。然后像我刚才使用的话，它就是哑光妆效，可以控制油光，到晚上也不会油光满面。连在外面要补妆的时候也是可以直接开起来，然后敢用的拍打在脸上去补，然后这样子在外面补多一层，也不会浮粉卡粉，一样看起来很轻薄。现在就来擦另外一边脸，我就是喜欢 GA 呢，它里面不只有控油成分，还有保湿补水成分，所以就是滋润的同时去提亮你的肤色的。一整天下来就是很自然、很平滑的雾面妆效，它不会干燥出油了。要不然通常我以前都是到了晚上就是整个油光满面，然后因为卡粉脱妆啦。因为现在是有6个色号可以选，然后是可以在网上找到的，线上线下买都可以有30%的折扣。如果你是在网上现场买的话，你就要认准这个包装，这个 foundation 包装。OK， 然后再送一个 Year for the Senior， 每次遇到很多人，他们就会问我，现在在外面租房跟以前在学校住有什么差别？这个方面呢，我是非常有心得的，因为我以前也是会觉得，只要有一天我拿不到学校宿舍，就是一个很大的噩梦，因为学校宿舍只是1个月500多块，可是我在外面住的话，就是很贵嘛，因为新加坡房租 after 亏过后就飙升70%，这样是全世界飙升最快的。所以我每次在刷 property guru 也是非常的觉得很折磨，因为房租太贵了，我也不懂我要怎样去承担。还有就是因为我已经习惯住所以你要我现在这样子搬出来住，其实我就是非常会怕孤单，一个人晚上孤单。But so far 我搬到现在我都没有这样觉得啊，就是每一天都很充实，不会有什么 lonely 的感觉。还有就是比起住后，我觉得我现在多了很多私人空间，很多自己的空间。没有住后过后也不用去参什么 CCA， 就比较不吃时间，可以把更多心思花在其他地方上去你的 career development。所以搬出来过后，我就觉得我的 social life 变到更加 balance 去，比较 balance 去啊，就是因为我只有在跟人家约出去的时候，我才会出门，所以我就可以决定我几时要社交。就是想说，如果一天你们真的拿不到宿舍，或者是你们真的是不想要参 CA， 不想要为了去住下去然后参 CA 的话，这个住外面也是一个好的出路，所以不要太担心，因为住外面不一定讲说就完全不好。然后现在住来到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经济、很budget的选择，因为它包水电嘛。可是就是有一些规则是要去遵守的，像是不能真正煮菜，就只能 light cooking。然后一个星期只能做1次 laundry， 然后冷气有限时间，还有就是不
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带朋友回来，不可以带任何 visitor 回来。不过这些对他讲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啊，就是一些很基本的 HDB 租屋规则吧。因为我听说，好像别人自己在那边住，他们也是会为了就是省电费啊，也是会下午啊什么也是不开关的嘛，所以就是也是差不多吧。而且好像如果你自己租一个 unit 啊，就要自己去包水电网，自己去申请，可能也会每3个月要去定期修理冷气啊，然后退房的时候也是要请那种专业的清洁公司，或者是那种清理窗帘的专业费用，这些都是要自己去付。然后我下一句话就是全部屋主都会帮我去处理，然后我的屋主也是很 friendly。我是有听过一些好像朋友其他例子，就像说可能有一些人一些房东他们会比较demanding比较多限制，就好像不给白天开灯，只能开窗。但我也是有听说过朋友他的房东呢，就是经常会有亲戚来拜访啊，然后经常会有小孩子，就会有时候会比较吵，所以这些就可以在搬前先问他那个房东关于 co-tenant 的信息。就好像我这个呢，除了男房东之外呢，其他就是他的女性家人在住这，所以在就是因为性别蛮一样的，就不会有觉得不方便的地方。然后看到网上有说，如果你要确保这个房子它不是由2房东去转租给你的话，你可以叫他 show ownership proof， 看他的名字一不一样。我还没有做 OK。 好的一个让自己有更多保障的呢，就是你可以去那个 HDB 的网站去看那个你的房东有没有帮你报地址，有没有向 HDB 申请 register 你 as a legal tenant。 然后你只要我会把它放那个 link 在下面，你只要输入你的 NRIC 还有 address 就可以看到他有没有帮你报地址了。然后你们有什么问题也是可以留言给我知道。然后每次看到那些 comment 啊，他们讲好像all the best to your new chapter of life， 我也是会觉得很开心，就是收到大家的祝福。好，你们也是可以留言给我知道你们最喜欢看我什么类型的影片，或是想要看我拍什么新的东西。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吧，拜拜。